后台自半条命埃里克斯创意工坊的 PC VR 射击游戏《枪手契约》发布了一个新的演示片段，在这个致敬极速追杀式楼梯这样的关卡里，展示了游戏的部分玩法。VR 玩家可以手持双枪，并抓住敌人持枪的手，夺取武器或者直接来个过肩摔。你也可以向敌人投掷枪支，假如你抓住一名敌人当做人质，其他敌人就不会向你开枪。可以说，对比最早作为半条命埃里克斯模组的时候，这个独立游戏版《枪手契约 VR》的游戏性和可玩性都将大大提升。其实，游戏开发者一直都有断断续续的发布一些开发中的片段，但就是都太零碎了，而且血量充足，就没法给大家一一展示。总之，就是我自己观察来看的话，游戏各方面都非常的顶，相当值得大家期待。而且同时，游戏会有一个第一视角的非 VR 模式，但是毕竟是只有单独一个开发者，开发的效率是有点慢的，大家只能耐心的慢慢等待。VR 是虚拟的，但体验是真实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速递，我是老朋友翟老师。咱们一起来看最近哪些圈内资讯值得关注啊？之前从 Pico 视频直播板块脱离出来的应用抖音 VR 直播，居然突然在 SideQuest 上架了。这意味着快兔的用户也能观看国内的 VR 直播。如果你在快兔里安装了 SideQuest， 直接在未知来源里打开，虽然快兔到现在都没有中文输入法，但你直接搜索拼音抖音便能获取结果，点击下载安装即可。我相信这是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，这可不是什么民间用户使了什么骚操作的魔改版本。我看了上传的开发者的名字，写着的是 BD VR，BD 应该就是 ByteDance 字节的缩写。VR 就是纯字面意思了，就是 VR 人，所以这就是 Pico 自己上传的，不得不说是格局突然打开了。只要你用手机号登录，就能给国内的美女主播送礼物，整个应用的体验跟 Pico 端完全一致。包括抖音 VR 直播里的主播到我家功能，就是你开启这个功能，就会把主播实时的抠像抠出来，用透视模式来显示。这个功能未来在双目彩色透视下体验还是很有杀伤力的。虽然快兔这边有个无限制的 SLR 播放器，但老实说，毕竟终究都是洋妞为主，从口味上来说还是太重口了，我自己是吃不太消化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习惯。那我也不多展开了，反正懂的朋友都懂这是个什么东西。Meta Connect 大会倒计时25天，这是2019年以后 Meta 第一次回到线下，且有2天的流程内容。举办地点也是来到了 Meta 总部，因此官方近日公布了具体的会议流程。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当然是最重要的主题演讲，马克扎克伯格和特邀嘉宾一起揭开全新 Meta Quest 3的神秘面纱，展示 Meta 如何将混合现实带入生活。同时还会有包括 AI 的部分，去年有微软帮忙来站台，不知道这次特邀嘉宾会是谁。我个人猜测估计是高通啊，刚好在Quest 3正式亮相日同步首发新的 XR 平台处理器，这一切都非常合情合理。然后还有一个每年的固定板块是 Meta 开发者生态系统的概况发表，会有游戏总监、游戏制作人向大家来做报告。另外就是因为卡马克大神已经离开了 Meta， 所以他标志性的脱稿吐槽公司演讲今年也就没有了。在新品聚焦上会有场名为 Meta Quest 3实现你的创造潜能的主讲会议，会专门讨论 Quest 3的尖端功能。不知道这个尖端功能具体指代什么，应该不会是 MR 方面的了，因为 MR 这边还有一场专门的演讲叫寻找混合现实的乐趣。我更希望这个尖端功能是来自于新处理器的性能本身。此外还有其他各部门小组的相关内容分享，到时候我也是会都啃完一遍之后总结出来重点再给大家汇报一下。Pico 这边也没有闲着啊，他们对 SDK 更新添加了不少新功能。对于用户体验直接相关的部分有新增自适应分辨率功能，可以根据设备的 GPU 负载自动调节渲染分辨率，新增眼动追踪注视点渲染功能，以全分辨率渲染用户注视的区域，该区域会随着用户的眼部移动而改变。未来继续更新的 SDK 还将支持超分和锐化功能。超分能力会让画面质量有进一步的提升，让画面清晰度更高，适用于解决锯齿闪烁及摩尔纹等问题。锐化能力可以提升小图放大及图片本身模糊的清晰度。而在透视方面，新版 SDK 终于是给到了开发者空间锚定和空间标定功能，这样一来就可以将虚拟现实中环境位置与真实世界的位置进行锚定，VR 玩家便能通过 Room Capture 应用标定真实场景中的物体。希望后续 Pico 的开发者能够早日利用 SDK 的新特性对游戏进行更新和开发。最后我们来看一款即将在9月14日上架 Steam VR 的新游倾听话语 VR。此前同名游戏在 PC、PlayStation 和 Switch 都上架过平面版，有着相当不错的口碑，是非常不错的独立游戏作品。
游戏画风明显是在致敬宫崎骏和吉卜力动画工作室，有着灿烂的色彩和美丽手绘视觉效果。VR 玩家将扮演一名追逐梦想的画家，借由画笔解开房间中的各种谜题，而这些谜题都跟画作紧密联系在一起。画作的背后则都隐藏着主角内心深处的一段故事。只有当 VR 玩家沉浸式的在 3D 空间中真正的挥舞画笔，找寻回那些画作中早已遗失的色彩，才能慢慢的回想起藏在过去毫无关联却又熟悉的时刻回忆里，那些曾经美好的时光就会慢慢浮现。所以倾听话语 VR 总体上来说，比起游戏性质，更像是一本生动的视觉小说，一部可互动的电影。而且已经确定了有中文语言，不过唯一的问题就是可能游戏时长有些短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。OK，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，而是陪着 VR 成熟 ，Loading VR 找圈。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、投币、转发3连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